各位網友大家好，好多人都聽過張愛玲嗰句名句啦。如果小朋友嘅出生係為咗繼承自己嘅勞碌貧窮，那麼不生也是一種善良。佢一個民國嘅才女喺咁早嘅時候就已經識得呢一個道理。點解我哋而家要幫啲流浪貓、流浪狗去做絕育手術啫？就係唔想見到啲太多嘅悲劇發生啊嘛！佢哋生咗出嚟又冇能力去照顧佢，咁啊慘死街頭咁嗰啲悲劇，我哋就唔係咁想去見到啦。嗱，我個人啊好反感嗰啲以投資為目的啊，種搖錢樹為目的啊。即係諗住生個細路仔出嚟，係要養大佢，揾錢嚟養翻自己，作為回報嗰種啦。同埋就係賣女致富為目的嘅生育啦，我都係好反感。所以以前呢，點解嗰啲人越窮啊生得越多？佢哋好多都係有目的性咁去繁殖下一代。回憶下1942年嗰個河南嘅大饑荒，嗰啲咁嘅老百姓走難啊，仲抱住個 BB 仔嘅，結果喺好多喺路上咪餓死啊、凍死啊，咁呢啲咁嘅悲劇啊，就咁啊人為製造咗出嚟噶啦。嗰啲50後、60後嗰代人生個細路仔出嚟都係噶，一把道德枷鎖套落去，咁啊同個僆仔講啊，你啊〜老豆老母養你咁大啊，你要感恩啊，你第日要報答父母啊，咁呢啲都係 bullshit 嚟嘅，呢啲全部都係 bullshit 嚟。我哋成日講客觀思維，要換位思考，我哋不妨嘗試企喺個小朋友嘅角度去思考下呢件事啊。我哋假設人係有靈魂咁計一下，你生個小朋友出嚟之前，並冇經過佢同意，就將佢帶嚟呢個世界，佢哋出世係冇選擇權。你唔好以為呢個問題不存在啊！你睇下好多人出咗世之後，佢成長嘅過程中做咩要選擇自殺去結束自己嘅生命啫？呢個係一個好深層嘅哲學問題嚟嘅。嗱，我哋不妨諗下，第一點，你生個小朋友到底係為咗你自己，定係為咗個小朋友？係你想揾一個精神支柱，亦或係想傳宗接代？呢兩個目的其實都係為咗我哋自己。第二點啊，假如你係個小朋友，你想要一個點樣嘅父母，點樣嘅家庭，係對你關懷照顧，好富有好有錢嘅父母，亦或係好不負責任，生咗你落嚟，自己係日日掛住走去做嘢，從來都唔教你點樣去做人嘅，等你自生自滅，極不負責任嘅父母呢？又或者係本身自己就好窮困潦倒噶啦，每日基本生長所需要嘅蛋白質都冇辦法滿足嘅家庭，病咗又冇錢去睇醫生，喺屋企嘔，求其食啲藥就自己嘔好咁樣。假如你係個小朋友又有得揀嘅，你會選擇一個乜嘢嘅家庭去降生呢？我相信正常啲嘅小朋友都會選擇第一個啦，都會選一個既富有又對你關懷照顧嘅家庭啦。第三點啦，嗱，呢個邏輯問題，你生個小朋友之後，佢本身係冇能力自己生活，係冇自理能力嘅，你係有責任同義務去照顧佢，去湊大佢。呢個照顧佢、教育佢本身就係你嘅責任同義務。點解又會產生個恩情出嚟呢？好奇怪喎！呢個恩情係你個人為製造出嚟嘅。喺佢18歲之前，佢都唔識自己揾錢去養自己嘅，所以個小朋友係冇欠你嘅，係你承擔一個養佢、教佢嘅責任。因為你生咗佢出嚟，所以你要承擔養佢、教佢嘅責任。第四點，你是否有足夠嘅環境同經濟能力去撫養佢、教育佢？當佢讀書好叻，又考上名校嘅時候，你有冇能力去俾佢去讀？今時今日識得諗嘅父母呢，係喺生育之前就已經計劃好、預算好呢一筆開支，而不是得㗎啦，到時先算啦。咁呢啲極不負責任嘅想法。
嗱，我媽媽就係一個悲劇嚟嘅。我媽媽讀書呢就好叻嘅，佢睇好多書，佢係62年出世嘅。我阿公我阿婆生咗4個，我媽媽最大嘅。佢讀到高中就冇得讀啦，都唔俾佢讀書，要佢返屋企照顧啲細佬妹，孭住一個拖住一個。嗰個年代係一個常態嚟噶，好多家庭都係咁。第5點啊，你哋2個享受咗製造小朋友嘅過程啊，結果啊生咗佢出嚟，然後撫養佢、教育佢啊，成為一個最難嘅副作用。反過嚟，你又話俾個細路仔聽，佢欠咗你啊，咁你話公唔公平啊？OK， 而家啲90後、00後啊，佢哋啊識得諗呢5個問題啊，直接就導致好多人就唔敢生。其實咧，人與人之間嘅關係係平等嘅，小朋友同父母嘅關係，如果你能夠俾到佢正常合理嘅生活、基本嘅物質保障，我覺得小朋友同父母嘅關係係平等嘅。你啊俾咗佢生命、照顧同埋陪伴，個小朋友啊帶咗好多開心俾你嘅。呢種平等係由你去產生，個主動權喺你度，而不是個小朋友。至於個小朋友佢點樣去孝敬你，呢個係佢嘅意願，你唔可以強求佢嘅。咁如果你係一個好有能力嘅人，你俾佢喺好優質嘅環境下邊去成長，又買車買樓俾佢，甚至係喺佢出嚟工作嘅時候，喺佢嘅事業上俾佢好大嘅幫助，呢個的確係你嘅恩情。如果係咁嘅話呢，我相信你個小朋友呢，佢長大咗，佢一定會感恩。呢啲唔需要你去強調，佢都會知道。你點樣去愛佢呢？佢係會感受到嘅。唔好講話人啦，就算係隻狗啊，你對佢好啊，佢係感受得到嘅。講完父母嘅因素，接落嚟我哋講下客觀嘅因素啊。從哲學嘅角度嚟講，選擇不生育係你對現實現狀嘅一種否定。當你耗盡積蓄，俾咗首期去買咗層樓，同時亦都投資咗未來30年嘅財富、身體甚至係生命去供呢層樓，亦同步投資咗下一代嘅未來。當呢種壓到氣都唞唔過嚟嘅生存環境，育兒成本又高到令人絕望，喺咁樣令人窒息嘅氛圍之下，一個理性嘅你又如何夠膽去生個小朋友出嚟呢？因為你唔忍心讓個小朋友經歷你正在經歷嘅一切。當越嚟越多嘅人不願意讓下一代重複自己嘅人生嘅時候，就意味住當下嘅生活方式已經被絕大多數人從內心深處否定咗，就係對現狀嘅強烈不滿。我覺得而家我嘅生活好唔開心，壓力好大，我唔想我嘅下一代去重複我依家嘅痛苦，所以我選擇唔生佢出嚟。生小朋友嘅前提係結婚，依家咁嘅世道，結婚又成為咗風險最大嘅投資。買房買車，天價彩禮，結婚離婚，買唔起房，儲唔起老婆，最後只能重複父母嘅悲劇。嗰啲俾人養住嚟抽熊膽汁嗰啲熊啊，佢哋嘅一生係好痛苦嘅。當佢哋一生咗隻熊仔出嚟呢，嗰隻熊媽媽就會碾死嗰隻熊仔嘅，因為個熊媽媽好清楚嗰隻熊仔長大咗之後，佢只係重複緊自己嘅呢個痛苦嘅一生，佢唔願意見到呢啲咁嘅痛苦，所以佢會碾死隻熊仔。喺現今咁高壓嘅社會啊，愛情同愛欲都喺度消失緊，愛情已經成為世界上最昂貴嘅奢侈品，成為稀缺物種。嗰啲無憂無慮嘅拍拖，純真嘅愛情，只會存在於學生時代。世界上最美好嘅事物，莫過於係愛情。時下啲年輕人選擇咗不相信愛情，咁佢哋又能夠相信乜嘢呢？佢哋嘅人生充滿咗好多不信任，高房價、低工資、加班文化、內卷、惡性競爭，係呢個時代一切荒誕嘅現實。結婚已經成為一種奢望，既然結婚係奢望，
咁生細路仔就係一種絕望。兒孫滿堂，夫妻恩愛，愛情愛欲係人類作為動物嘅最原始嘅願景。但係依家啲人喺呢個社會嘅壓力之下，否定咗呢個原始嘅願望。唔通係佢哋想嘅咩？答案當然係否定啦，因為不符合人類最基本嘅情感需求。依家嘅問題唔係點解啲後生仔唔願意生小朋友，而係我哋給予咗依家嘅年輕人一個點樣嘅社會。其實動物界本身就係咁，當動盪、食物又缺乏嘅時候，生存都成問題嘅時候，好多動物都唔會繁殖嘅。你屋企有養過魚嘅人就知道噶啦。你想嗰啲魚繁殖呢，就要將嗰兩條魚呢隔離出嚟，俾一個安靜清靜嘅環境佢先至會去生育嘅。你喺個魚缸度成群魚追逐打鬧嘅時候，佢哋係唔會交配。最無恥係而家嗰啲專家，佢哋批判時下啲後生仔不生育，呢種批判本身就係一種自私。而家呢個社會乜嘢都自動化，無人系統，根本就不需要咁多人口、咁多生產力。呢啲專家嘅思維就係為咗賺取短期嘅人口紅利所帶嚟嘅經濟增長，為咗生多啲人嚟到消耗多出嚟嘅房地產，又或者為打仗做準備啊，生多啲人出嚟做人海戰術啊，根本就行唔通嘅想法。只會製造一大堆嘅失業大軍，拖累嘅社會，甚至係難民。依家已經13億、14億人夠晒多噶啦，仲想生到幾多啊？17億、18億、20億啊！華人世界本來就係好中意生育嘅。我有啲移咗民去美國、加拿大嗰啲親戚朋友啊，佢哋揦埋個個都生2、3個，所以我都好贊同嗰句話嘅。嗰啲條件唔好啊，貧窮啊，就真係唔好生啊。啲有錢嗰啲咪生多啲咯。OK，今日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